我是后宫最不得宠的妃子，只因为母亲得罪了太后，刚一进宫就被打入冷宫，整整3年，我摸遍了冷宫的每一块砌墙砖，直到今天墙开口了，别摸了，我都秃噜皮了。他的声音充满了不耐烦，去取支笔来。按照他的吩咐，刮下一些墙灰混在墨里，拿起笔的瞬间，突然灵感如泉涌。短短几分钟，一套周密的宫斗计划跃然纸上。好消息，我的墙会说话了，用墙灰蘸墨写字，就能获得完美计划书。坏消息，我出不了冷宫门，我嘴角耷拉下来，见不到皇帝。我要这铁棒有何用？啊不，我要这宫斗计划有何用？墙不说话了，看着就和平常的宫墙没什么两样。只给我送饭的宫女春香走了进来，眼角还微微发红。我两个神色，关心的迎了上去。春香，发生什么事了？御膳房的那些人说，主子您横竖出不去，不让奴婢给您打饭。打开饭盒，果不其然，里面只有些残羹剩菜。我叹了口气，我自己不争气，却连同婢女一起受欺负。自从3年前被打入冷宫，我的身边人原本有机会去侍奉别人，说不定还能出人头地。可惜春香这个傻丫头，从小跟着我不肯离开，这3年硬是受了不少苦。吃残羹剩饭先不说，等到冬日连炉火都点不上，小手上长满冻疮，这不冬天又要来了。我想着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把手里刚写的宫斗计划递给了她。春香诧异地抬头看我，主子这是什么？我比了一个晋升的手势，需悄悄看，不要让任何人发现。春香走后，许多天不见人影，再次踏入这冷宫门的是新晋的香贵人。春香的小脸红扑扑，穿的是最新款的绫罗绸缎，刚一进门就要对我行礼。我拦住她，笑着说，不用，你已经是贵人了，应该我向你行礼。春香粉脸一皱，埋怨道，主子，奴婢有今日都是你给的，千万别这么说。我笑着拍拍她的手，作为她之前的主子，春香富贵了我高兴。春香高兴地给我讲述是怎么通过那宫斗计划的内容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又怎么样获得圣宠，直接晋升为贵人。他带来的工人们把一箱箱木炭和日用品搬到我房里来，堆了半面墙。最后春香拉紧了我的手说，主子，这次是我求了圣上来的，以后就不能来看你了，你要保重身体。我摸摸他的头，万事保重。前脚刚送走春香，离别的伤感氛围还没消散，就被一声吼叫打断了我的思绪。装了木炭的箱子里有声音传出来，哎呀，闷死我了。我心里一惊，难不成春香这小丫头知道冷宫寂寞，给我装了个男人送进来？可很快我就反应过来，发出声音的并不是什么雄壮男人，而是箱子后面的墙壁。强大吼着，别愣着了，快把箱子挪开，你想闷死我吗？我赶忙拖动那些箱子，在冷宫多年没有娇生惯养的条件，搬箱子这种粗活不过小菜一碟。冷风吹来，我殷勤地为墙壁点上木炭取暖，并在他的指示下写出了第2份计划书。连续几天，我对着新的计划书皱紧眉头。这份计划书比起上一份来说毫不逊色，却更加严谨，我愿称之为底层太监尚未秘籍。可是我这冷宫里哪里有底层太监？我问墙，他这么做是否有什么深意？他默不作声，摆明了懒得理我。行吧，还是一面高冷的墙。我试图从他光秃秃的表面来领会其中真谛。光秃秃空无一物，难不成墙暗示我嘎了当太监？可我也不是男的啊！我对着那份底层太监尚未秘籍琢磨了好几天，冷宫里连个年轻太监的影子都见不着，实在想不通墙的用意。直到某天清晨，冷宫沉重的宫门嘎吱一声被推开，打断了我的思绪。只见一队太监推着3辆木箱子进来，为首的太监尖着嗓子喊，阉才人出来领今年的冬炭。我快步走到院子里，目光扫过木箱，心瞬间沉了下去。箱子里的木炭零零散散，连箱底都盖不住，还掺着不少碎渣，一看就是各宫挑剩下的劣质炭。往年虽也不宽裕，至少能勉强熬过冬天，今年这光景怕是连半个月都撑不过去。今年冷宫的冬炭怎么比往年还少这么多？我压着心头的不满，尽量平静地问道。队伍最后面，一个身形单薄的小太监抬起了头，他约莫16、17岁，五官立体深邃，不像宫里常见的圆润模样，眼神倒很亮，带着几分倔强。红娘娘，这些是个宫娘娘挑剩下的，能留这么多？他的话没说完，就被领头太监狠狠一巴掌扇在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在冷清的院子里格外刺耳。让你多嘴！领头太监满脸横肉挤在一起，指着小太监的鼻子骂，还不快跪下认错！小太监被打得偏过头，嘴角渗出了血丝，却梗着脖子不肯跪，脊背挺得笔直，像寒风里的枯竹。我心里暗暗点头，这孩子不仅敢说真话，还有骨气，倒是个可塑之才。领头太监见他不服软，气得抬脚就要踹，嘴里还骂骂咧咧，反了你了，回头再让你知道咱家的厉害。说着他转头瞪我一眼，语气带着威胁，娘娘炭就这么多，您识趣点收着，别让咱家难做。说完他带着人浩浩荡荡的离开，只留下那个小太监孤零零的站在原地。我把手里攥得发皱的计划书团成一团，隔着老远扔到他脚边。他愣了一下，弯腰捡起纸团展开看了几眼，抬头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疑惑，有惊讶，还有一丝说不清的探究。
随后转身快步消失在宫门口。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寒风裹着雪粒子砸在窗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幸好春香送来的木炭还剩些，我把炭火生得旺了些，橘红色的火焰映的屋子暖融融的。这3年来，冷宫还是头一遭这么暖和，可我心里却总有些不安。那份计划书送出去后，就像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连会说话的墙也变得格外沉默。无论我怎么敲怎么问，都不肯再开口。我每天都会站在院子里，望着冷宫的大门发呆，盼着能有人来，却始终没等到熟悉的身影。直到腊月23那天，一阵急促的撞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匆忙穿好衣服，刚走出房门，就见院子里挤满了太监，为首的正是上次送炭的领头太监，他手里拿着一张搜查令，脸上带着得意的狞笑。奉贵妃娘娘的令，有人举报冷宫私藏多余冬炭，咱家奉命搜查，娘娘可别阻拦。是谁举报的，可有凭证？我挡在房门前，冷冷地看着他，这明摆着是找茬，说不定是有人见春香得了宠，连带着想找我的麻烦。领头太监根本不跟我废话，挥手示意手下别跟他废话嗖。几个小太监立刻冲上来，就要推开我。就在这时，一个沉稳有力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谁敢动他？”我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深蓝色太监总管服饰的人走了进来，他头戴缀着东珠的帽冠，腰间系着明黄色带子，那是掌印太监才能有的规制。而那张脸分明就是上次被打的小太监，只不过才短短1个月，他褪去了青涩，眼神变得锐利沉稳，周身的气场也完全不同了。原本嚣张的领头太监看到他瞬间变了脸色，连忙低下头，声音都在发颤：“掌印，您怎么来了？”小太监走到我身边，目光扫过那些惊慌失措的太监，薄唇轻启：“这些木炭是我让人送来的，有问题吗？”“不敢不敢。”领头太监吓得连连点头，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气焰？是咱家误会了，这就带人撤退，不打扰掌印和娘娘。说完，他带着手下慌慌张张地跑了。出门时还贴心地把宫门掩上，倒显得有些滑稽。屋子里只剩下我们2个人，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我望着紧闭的房门，忍不住笑出了声。那领头太监怕是以为我和这小太监有什么私情，倒也机灵，可惜用错了地方。小太监转过身，对着我深深行了一礼，语气恭敬又带着几分感激：“奴才来晚了，让娘娘受委屈了。你倒是厉害，才1个月就成了掌印太监。”我打趣道，心里却很清楚，这离不开那份计划书的功劳。他抬起头，眼神里满是郑重，全靠娘娘给的秘籍。奴才照着上面写的，先帮内务府李总管解决了库房账目问题，又在圣上批阅奏折时递了关于漕运的建议，才有了今天。我点点头，又问起春香的近况。他说春香在后宫过得还算安稳，只是皇帝性格暴戾，后宫妃嫔稍有不慎就会获罪。春香靠着计划书里的法子，小心周旋，才没惹上麻烦，只是也不敢再轻易和我来往，怕连累我。听到春香平安，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唏嘘。原来冷宫之外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圣上沉迷享乐，把国库的银子都拿去建造酒楼，百官敢怒不敢言，边境战事吃紧，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朝廷却连军饷都发不出，百姓更是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小太监说着，突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语气急切：“娘娘，奴才知道您有勇有谋，如今襄王在塞北有意夺回皇位，重振朝纲，若您肯出手相助，奴才愿拼尽全力，助娘娘离开冷宫，也助襄王成就大业。”我愣住了，看着跪在地上的小太监，又看了看身旁沉默的墙，脑子里乱成一团。襄王是先皇的嫡子，当年被当今圣上陷害，贬到塞北苦寒之地，没想到还在暗中谋划，可这是风险太大，一旦失败，不仅我和春香性命难保，连这个刚上位的小太监也会万劫不复。让我想想，我最终还是没敢立刻答应，有些事需要慎重考虑。小太监站起身，恭敬地行了一礼：“奴才等娘娘的消息，若娘娘想出去看看，奴才也能想办法安排。”他走后，我靠在墙上，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心里五味杂陈。原本只想在冷宫安稳度日，却没想到卷入这么复杂的局面。会说话的墙依旧沉默，仿佛在催促我做决定，又像是在冷眼旁观。我知道，这或许是我离开冷宫的唯一机会，可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小太监走后，我对着那面沉默的墙坐了一夜。窗外的雪下了又停，晨光透过窗棂洒进来时，我终于下定决心，与其在冷宫苟活，不如赌一把，或许还能为这乱世寻一条出路。没过几日，小太监就悄悄来了冷宫。他换了身不起眼的灰布衣裳，避开侍卫从侧门溜进来，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娘娘，奴才已安排好，今日便可带您出宫。他打开食盒，里面是一套寻常百姓穿的粗布衣裙，换上这个没人会注意。我依言换了衣服，跟着他从冷宫后门出去。马车早已在巷口等候，车厢里铺着厚厚的棉垫，还放着一个暖手炉。委屈娘娘了，只能坐这种普通马车。小太监有些抱歉地说。我摇摇头，能踏出冷宫已是意外之喜，哪里还会在意这些。马车颠簸着驶出皇城，我撩开车帘一角，看着外面的景象，心里阵阵发沉。街道两旁的房屋破旧不堪，寒风中不少衣衫褴褛的乞丐蜷缩在墙角，孩子们冻得面黄肌瘦，手里攥着发霉的窝头。突然一阵骚乱传来，几个官兵挥舞着鞭子，驱赶着一群拖家带口的乞丐。快点，别挡着贵人的路！一个官兵不耐烦地吼着，一鞭子抽在一个老乞丐身上。老乞丐怀里抱着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女人扑上去护住孩子，却被官兵推倒在地，惨叫声哭喊声混在一起。
刺得人耳膜生疼。我猛地放下车帘，闭上眼睛，心里堵得发慌。掌印说的没错，这天下早已民不聊生，百姓连活下去都成了奢望。小太监见我脸色难看，低声安慰娘娘：“您别太难过，等襄王殿下夺回皇位，定会让百姓过上好日子。”马车行至江边，小太监说：“娘娘前面就是约定的茶馆，您在此等候，奴才去通报将军。”我点点头，独自走进茶馆，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壶热茶，望着江面发呆。江风带着寒气吹来，心里的烦闷却丝毫未减。就在这时，一个黑衣男子在我对面的座位坐下，他头戴斗笠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线条利落的下颌。天气寒冷，他呼出的白气氤氲在斗笠边缘，却难掩周身沉稳的气场。我将刚煮好的热茶斟了一杯，推到他面前。冬日天凉，公子喝杯茶暖暖身子吧。男子愣了一下，缓缓抬起头，斗笠下的面容俊朗非凡，眉宇间却带着几分沧桑，眼神锐利如鹰，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多谢姑娘。他接过茶杯，声音低沉如钟。姑娘为何独自在此发愁？我叹了口气，直言道：今日见百姓流离失所，官兵肆意欺凌，心里实在烦闷。男子闻言，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重重叹了口气：姑娘有所不知，边境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死伤无数，可圣上却不管不问，只顾着修建酒楼，沉迷享乐。如今军饷短缺，粮草不足，将士们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节节败退啊！我看着他骨节分明的手，那双手布满老茧，指缝里还残留着淡淡的硝烟味。突然问道：你是士兵？不，你是将军对吗？男子猛地抬头，眼神里满是震惊。就在这时，江对岸亮起了点点星火，那是小太监约定的回宫信号。我心中一急，赶紧从袖中掏出那份新写的计划书，塞进他手里。这是能帮你们的东西，务必交给你们将军。说完，我快步跑出茶馆，坐上等候的马车。车窗外，黑衣男子还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计划书，远远望着马车离去的方向。我靠在车厢壁上，心里又紧张又期待。这份写满新型兵器制造方法和练兵策略的计划书能帮到他们吗？若是落在敌人手里，又会酿成怎样的大祸？回到冷宫时，天色已黑，我对着那面墙，第一次生出了抱怨的念头。你倒是说话啊！这份计划书到底能不能用？要是出了差错，可怎么办？可墙依旧沉默，连墙砖的纹路都显得格外冷漠，仿佛早已预知一切。接下来的几日，我茶饭不思，满脑子都是边境的战事。原本只想在冷宫安稳度日的我，如今却为素不相识的将士们担忧的睡不着觉。就在我焦躁不安时，掌印突然来了冷宫，脸色凝重地说：娘娘出事了，贵妃发现了春香藏着的计划书，要去圣上那里揭发她。春香现在正在贵妃殿前跪着。我心里一紧，猛地站起身，快带我去。掌印却拦住我，语气急切：娘娘您不能去，您若此刻出现，不仅会暴露计划书的事，还会因擅自离宫获罪，到时候谁也救不了您和春香。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我知道他说的对，可一想到春香在雪地里跪着，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她受罚？我声音发颤。掌印沉默片刻，咬咬牙说：娘娘奴才拼了性命也会护住春香姑娘，您先在此等候，奴才这就去想办法。说完，他快步离去，只留下我在空荡荡的冷宫里，心急如焚。我走到墙前，用力敲了敲：你倒是给我出个主意啊！春香要是出事，我该怎么办？或许是我的恳求起了作用，墙终于有了动静，一个微弱的声音传来：别急，他不会有事，你且等着。虽然不知道墙的话是否可信，可我却莫名安定了些。我坐在炭火旁，望着跳动的火焰，心里默默祈祷：春香你一定要平安无事。就在我满床打滚的时候，掌印来了，他说贵妃发现了春香暗藏的计划书，决定向圣上揭发。春香此刻正在贵妃殿前跪着。我呼吸一滞，起身就要赶往现场。掌印挡在我身前，说：娘娘您不能离开冷宫，虽然知道他是为了我好，若我此刻出现在春香面前，不仅计划书的事情会败露，我也会因为擅自离开冷宫获罪，下场难以想象。可是来不及多想了，如果能把罪过揽在我的身上，而让春香平安的话，我愿意一试。赶到春香面前时，她正跪在雪地里，身上穿着单薄的衣裳，已经快要晕过去。贵妃坐在雕刻精致的椅子上，抱着一个小手炉，看到我娇笑道：又稀客啊，烟才人怎么会来我这？我愣了一下，几乎快要忘了我也是有封号的。笑容美好。选秀的时候，皇帝心不在焉的眼神落在我脸上就定了神，他嘴角上扬封我为烟才人，说我一笑能令百花失色。可再美的笑容他也是看过就忘。写下圣旨的时候没有丝毫怜悯，于是那与世隔绝的冷宫，我一待就是3年。我摇摇头，把这些无关紧要的回忆抛之脑后，去扶奄奄一息的春香。手刚碰触到她的瞬间，春香头一歪，栽倒在我的怀里。短暂的怔愣后，我吼道：快传太医！没有任何人动。贵妃打了个哈欠说：没有我的指示，你以为他们会听你的吗？我怒目看向她，心里却感到悲哀。在这后宫没有权利，只能任人宰割。贵妃却突然认真地看向我说：烟才人，不如我们做一桩生意，你替我做事，我帮你救人，并替你瞒下今日的事，如何？我心里已经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事，看了看怀里昏睡的春香，我咬了咬牙同意了。春香被人抬走了，我被带到了一个昏暗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把椅子，贵妃坐在那把椅子上，周围有人把我按在地上，她高高在上的看着我，薄唇轻启：烟才人，那份宫斗计划是你写的吧？我咬牙点了点头，她的手指抚过我的脸，都是后宫中的女人，我也不想为难你，若你愿意为我也写一份，我可以保证你在乎的女孩
孩安然无恙。我高扬起头说，原来贵妃都是这样和人谈条件的吗？贵妃挥挥手让她的人暂时退下，我站起来活动被按疼的手臂，告诫贵妃，希望你明白，我可以让你荣华富贵，也可以让你凄凄惨惨度过余生。既然你想让我帮忙，就请贵妃记住自己答应我的事情。说完挥挥衣袖走了。接下来的几天，掌印来冷宫看过我一次，告诉我贵妃并没有把事情败露出去。我点点头，趴在桌子上，依旧头痛无比。我虽然答应了他，可是我根本就不会写计划书啊。的情况与以往截然不同，我不可能按照他说的那样，真正让他飞黄腾达。虽然一直身在冷宫，道理我却明白，有把柄在某人的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人除掉。可是强能为我写出一份看似周全可信，实则步步为营，置贵妃于死地的计划书吗？无论如何，还是先试试吧。一行一行的文字跃然纸上的时候，我是震惊的，因为前面有些质疑，得到满意的结果时，惊喜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看着手里这份计划书，我的心里狂跳，这是一份堪称恶毒的计划，放在整个宫斗史上都是相当炸裂的，但偏偏从它的表面看不出任何破绽，每一个文字似乎都通往贵妃想象中光明的未来。我正在啧啧称奇，恨不得抱住墙亲几口，突然听到了敲击砖头的声音，怎么回事？难不成是墙成精了，终于要化为人形？还在乱想，屋里的地砖被撬了起来，一个黑衣男子从里面爬出来，我惊讶地张大嘴巴，慌乱地把计划书藏了起来，指着他说：“你是你？”面前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当初拿走第3份计划书的人。他取下头上的斗笠，双手抱拳说：“参见娘娘。”我有点懵，还没搞清眼前的人是谁，上来就行礼。还好他下一句话就解答了我的疑惑，我就是当朝的将军。娘娘，那日您递给我的计划书帮了大忙。我听他讲述了他如何看完计划书，如何醍醐灌顶，如何找人打造兵器，如何训练士兵，并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就在我听得心潮澎湃的时候，他再次抱拳敢问娘娘，那计划书是出自哪位高人之手？我看了看沉默的墙，他连灰都不掉一点，只好缓缓举起了手。黑衣将军单膝跪在了我面前，表情特别虔诚。娘娘聪慧过人，若娘娘同意，请务必随我去见一人。我略一思考，此次的战场在塞北，面前的男子是战场上的大将军，或许我知道他所说的人是谁了。我点了郑重的同意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见这位神秘人竟然需要走地道，地下阴冷潮湿，走得我周身冰冷。将军一直在道歉，我低声回他无妨。终于我们二人从地底钻了出来，一弯新月正悬在空中。将军俯身道，请娘娘在此等候，他马上就来。说完便退下了。我打量着这个院子，院墙很高，像是某户人家的私宅。院子里的建筑简约大气，暗示着主人的喜好。一束梅花盛开在雪中，优雅又内敛，让人移不开眼睛。直到身后的脚步声响起，我才反应过来，那人踏雪而来，身上披着一件雪白的斗篷，乌黑的头发用白玉发簪挽着，看上去温润非常。没想到王爷驻守塞北，却不失金贵的气质。我微微俯身行礼，不能失了礼数。襄王脱下斗篷披在我的肩上，衣服还带着好闻的木质香，周身很快就暖了起来。他做了个请的手势，娘娘请介意不说话。我随他来到屋内，里面的陈设也很对我的胃口。没想到征战塞北的襄王竟与我这样志趣相投。坐在榻上，我的眼神就没有移开过他的脸。没办法，看帅哥已经刻入骨髓，想改变都难。他被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低垂着眼神，耳垂飘起淡淡的粉红。等离开的时候，那片粉红也没有淡去。谈话中，我欣赏同意了帮他写计划书的事，不过此事事关重大，可能耗时间长。他微微颔首，送我再次进地道前，开口道：“娘娘留步。”我转头有些莫名其妙，他的发丝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泽。娘娘果真如传闻中一样，一笑嫣然。回到冷宫，我嘴角的笑容也没有消散。被人夸赞总是让人心情愉悦，更何况是那样一位亭亭玉立的美男子。我让掌印把写给贵妃的计划书传给他，等待后续的同时，日日琢磨要着给襄王的终极计划书。这期间他穿过地道来过几次，每次都带一些奇珍异宝供我把玩。我倒是不介意这些，只是非常稀罕的一棵梅花树，凌寒独自开。襄王听我这么说，把梅花树移植了过来，栽在冷宫里也依旧开得热烈。春香的病好了，掌印的位置越坐越稳，我帮助过的每一个人都好好的生活着，似乎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走。可我知道真正的大事还在后面，那份抢夺皇权的计划书才是真正的压轴好戏。那份为襄王量身定制的夺权计划书，我足足写了半个月。起初灵感像被冻住的溪流，怎么也涌不出来。我背靠着那面沉默的宫墙，面前摊着厚厚的草纸，上面涂涂画画，满是杂乱的线条。一会儿是皇宫守卫的换班时间，一会儿是朝臣的派系分布，连襄王在塞北的兵力部署都被我画得歪歪扭扭。冷宫里的炭火烧得正旺，可我指尖却冰凉，总怕哪个细节考虑不周，不仅会害了襄王，还会让春香掌印这些信任我的人跟着遭殃。直到某天深夜，我盯着墙上斑驳的光影发呆，那面墙突然轻轻震动了一下，熟悉的男声带着点不耐传来：“别死磕一处。”从内务府的粮草库入手，先断了皇宫的
的不急。我猛地回过神，像是被点通了任督二脉，思路瞬间清晰。是啊，当今圣上沉迷享乐，皇宫的用度全靠内务府供应，若能控制粮草和炭火，就能掀乱了宫里的人心。接下来的日子，我像是着了魔，白天对着草纸写画画，晚上就靠着墙梳理逻辑，从如何策反内务府的管事，到怎么让禁军倒戈，甚至连襄王入宫后的话术都反复斟酌。每写一段，我都会念给强听，他偶尔会插嘴提点一两句，比如把御林军统领的把柄写得再具体些，要给那些朝臣留条退路，别逼得太紧。每次修改后，计划书都变得更严密。终于，当最后一个字落在纸上时，我长长舒了口气。手里的计划书厚厚一叠，比之前所有计划加起来都厚。内容从前期的铺垫、中期的夺权，到后期的稳定朝局，连如何安抚百姓、补发军饷都写得明明白白。我把它放进一个精致的木盒里，那盒子原本装着我入宫前母亲给我的玉簪，如今玉簪不在了，倒正好用来装这份能改变王朝命运的计划。可我没料到变故会来得这样快。计划书刚收好的第二天，掌印就慌慌张张地跑来了冷宫，脸色惨白，难断不好了，贵妃被抓了。他把您和春香都供了出来，说宫斗计划是您写的。我手里的木盒啪地掉在地上，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怎么会这样？我捡起盒子，指尖冰凉。贵妃明明按照我给的晋升计划行事，怎么会突然被抓？听说贵妃想借计划算计圣上，反被圣上察觉了。掌印的声音带着颤抖。现在侍卫已经在来冷宫的路上了，娘娘您快想想办法。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计划书交给襄王。我想起院子里那棵被移植来的梅花树，襄王说过若有急事，可在梅花树下留信。我赶紧打开木盒，取出计划书，又折下一枝开得最盛的梅花，放在盒子上，一并埋在梅花树下的土里。掌印，你帮我告诉襄王，计划书在梅花树下，让他务必小心。话音刚落，冷宫的宫门就被撞开，一队侍卫冲了进来。为首的侍卫长面无表情，燕才人圣上有旨，请您去天牢一趟。我被押走时，特意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梅花树，寒风中梅花花瓣簌簌落下，像是在替我保守秘密。天牢里暗无天日，潮湿的霉味混着血腥味，让人作呕。掌印费尽心思，才让我和春香住在同一间牢房，还送来厚实的被褥和干净的馒头。春香的眼睛哭得又红又肿，见我进来扑到我怀里，主子都是我不好，连累您了。我拍着她的背轻声安慰，不怪你，说我早该想到，贵妃那样的人迟早会出事。没过多久，皇帝竟亲自来了天牢，他穿着明黄色的龙袍，大氅边缘的狐毛沾着血，刚走进牢房就带来一股刺骨的寒意。他先是走到春香面前，眼神复杂地看了她一会儿，像是在回忆什么，可很快就转过身，目光落在我身上。他伸手捏住我的下巴，力道大得让我生疼。那张脸和襄王有几分相似，却满是阴鸷和疯狂，眼底藏着嗜血的欲望。是你当年一笑让朕封你为才人的燕氏，竟藏着这么大的本事。我直直地迎上他的目光，没有丝毫畏惧。圣上若只知沉迷享乐鱼肉百姓，就算没有我也会有人来推翻你。他愣了一下，随即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声里满是嘲讽，倒是有几分骨气。不过没关系，朕会让你死得痛快些。说完，他松开手，转身就走，连一个眼神都没再给春香。皇帝走后，春香哭得更凶了。主子，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死在这里了？我摇了摇头，握紧他的手，不会的，我们一定会出去的。可这话连我自己都没多少底气。天牢里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吃着难以下咽的馒头咸菜，听着隔壁牢房传来的惨叫声，心里的绝望一点点蔓延。直到某天清晨，天牢的门被打开，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是襄王。他穿着一身玄色龙袍，头发用白玉发簪挽着，周身的气质温润又威严。他快步走到我面前，伸手扶起我，声音里满是心疼，让你受苦了。我看着他突然笑了，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后来我才知道，贵妃被抓后，圣上想趁机清洗后宫和朝臣，却没想到早已被襄王策反的禁军突然倒戈，皇宫很快就被控制住。而我埋在梅花树下的计划书，帮襄王顺利安抚了朝臣，稳定了局面。当晚，襄王带我登上皇宫最高的凌霄殿，殿内的墙壁上镶嵌着各色宝石，月光洒进来，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我望着脚下渐渐安静下来的皇城，突然想起冷宫里那面陪了我3年的墙，他明明帮了我这么多，却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说。在想什么？襄王走到我身边，轻声问道。我摇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这皇宫太大了，反而让人不自在。他握着我的手，眼神温柔。你若喜欢，我可以让你住进凌霄殿，或者在宫外给你修一座行宫，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我看着他眼底的真诚，心里暖暖的，却还是摇了摇头。我不要这些。入宫前我也曾渴望过荣华富贵，可在冷宫里待了3年，又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才明白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真的心里有我，就该知道这皇城困不住我。襄王的手紧了紧，沉默了很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好，都依你。离开皇城的前一天，我特意回了趟冷宫，那面墙依旧立在原地，墙皮脱落了不少，却还是老样子。我在墙前盘腿坐下，拿出一壶圣上赏赐的美酒，倒了2杯，一杯自己喝了，一杯洒在墙前的土里。谢谢你，我轻声说，若不是你，我恐怕早就死在冷宫里了。过了好一会儿，墙才传来声音，带着几分感慨，终于等到今天了。你要走了，我也该送你最后一份礼物。我赶紧拿出炭笔和草纸，果然念头又涌了出来。这次的计划很简单，只有1页纸，标题写着身骑白马，浪迹天涯，里面详细写了各地的美食和美景，连哪里的春天最适合看桃花，哪里的秋天能赏枫叶，都标注得清清楚
楚。我看着这份计划，忍不住笑了。谢谢你，我又说了一遍。可这次强再也没有回应。第二天清晨，我骑着襄王赏赐的白马，背着简单的行囊出了皇城。阳光洒在身上，暖融融的。远处的青山连绵起伏，像一幅展开的画卷。我知道往后的日子，我再也不用被困在一方冷宫里，我可以去看遍世间美景，吃遍所有美食，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风吹起我的衣角，带着梅花的清香。我回头望了一眼渐渐变小的皇城，轻轻说了一声再见了，冷宫，再见了我的墙。